安德森最大目标终于实现，立功自赎。老摩根为了兄弟放弃爱情，悬崖勒马，就连地球都表示我很疯啊。这剧强之又强，最大缺点就是天天停更啊。我是瓜皮儿，超人与路易斯第2季前情提要。自从安德森继任国防部部长一位之后，总是各种刁难超人，想让他死心塌地为美利坚干活，但超人100个不同意，双方的关系也就疏远了。安德森坚持己见，硬要找出证据证明超人和比扎罗是同一类恶人，为了这个目标，工作也丢了，人也变得极端了，甚至嗑药杀死了本来是来保护地球的比扎罗，最后集齐2个吊坠，把阿力一忽悠，孤身一人前往了反世界。而阿力也没有坐以待毙，借助露西之手逃出国防部，紧跟着也前往了反世界。而超人也没有坐以待毙，为了阻止正反合一，也紧跟着前往了反世界。这一走就再也没了音讯了。直到反世界的超级小子乔纳森的到来，路易斯和乔丹才知道克拉克出事了。时间倒回到克拉克刚刚闯入传送门那会儿，即便如他钢铁之躯刀枪不入，也把身体撕裂得满是伤口。就是上一集被割破了制服，到这儿就给满血还原了。克星技术我们明白，反正连同反世界的中转站是一片虚无，有不少信徒的尸体就卡在了这里。克拉克心一横，再次义无反顾地冲了过去，抵达反世界，伤口快速愈合，地上还有一具尸体，胸牌像是安德森的，他马上寻找起了阿力的下落。超人来这儿有着天然劣势，绿刻石满地走啊，就连赋予他力量的太阳也变成了红日，什么透视眼、超级听力在这里完全失去了作用。反世界里不仅地球表示我很方，就连红日也成了嫩牛我方了。克拉克前往了孤独堡垒，可这里却成了旅游景点，四处记录着超人的光荣事迹。劳拉认出了他，但也清楚他并非是自己儿子。克拉克只能把卡埃尔遇害的消息说了出来，闻言劳拉只能一声叹气。他早知道当时卡埃尔阻止不了阿力了，儿子不过是想重新拿回属于他的生活。正当劳拉想透露吊坠合一的结果时，一个身影给他关了机，正是超级小子森纳乔。出于对儿子血脉里的信任，克拉克随他前往了小镇农场。另外要说一下，反世界中超人不叫超人，也不叫克拉克肯特，他就叫自己的克星名卡埃尔。克拉克这会儿已经有点虚了，红太阳天然压制克星人的力量，进屋时克拉克已经有所怀疑了。照片上乔纳森的脸都被划掉了，而且还有人故意撕掉了一部分。反世界已经被阿力给掌控了，为了让飞升计划顺利进行，他正在全球通缉着卡埃尔。根据森纳乔所说，利阿已经掌权这个世界几个月了，这段时间来向往飞升的百姓越来越多，国防部已经成了利阿的根据地。森纳乔给克拉克找了几瓶克石喷雾，卡埃尔就曾吸入成瘾。克拉克再次说出了噩耗，结果森纳乔根本就不难过，十分冷静地接受了死讯。克拉克本以为反世界里的自己属于父子不和的关系，他还为卡埃尔辩解了几句，哪知森纳乔笑出了声。直到斯一路现身，母子俩大吵一架，克拉克才明白这个家庭并没有想象中的和谐。说到激动处，森纳乔甚至动了手，随即威胁超人说出安德森和吊坠的真正位置。奈何克拉克被红日削弱，根本打不过年轻小伙，而且他也确实不知道安德森去了哪儿。就在此时，安德森现身了。原本卡埃尔是个英雄，家庭美满，事业颇丰，卡埃尔是幸福的。他找来了从小相依为命的哥哥泰尔罗，分享了自己要当爹的喜悦，并决定搬到小镇居住，享受幸福指数超高的乡村生活。泰尔也真心的为弟弟开心，哥俩作为地球的外星人，能够融入社会，拥有新生活很不容易。而泰尔的小资生活也不错，为了庆祝自己即将成为叔叔，今晚的消费由泰公子买单。同时他与酒吧的女士娜拉一见钟情，婚礼很简单，但伴郎不一般。两兄弟各自拥有了幸福，相互和对方立下誓言，只要兄弟之间遇到麻烦，双方都会义无反顾地帮助对方，没有能力范围之内这种限制。与克拉克不同的是，他有自己的团队，出席活动，接待总统，并且贩卖着自己的周边。可以说他不仅仅是个英雄，还是个超级巨星。对家人的陪伴自然就更少了。别的不说，给超人当保镖这活儿我也想干，那简直就是看视频不点赞白嫖啊！森纳乔也羡慕这种待遇，名利双收。他注意到装修工人危在旦夕，可父亲却忙着签名，没有注意到这件事儿。于是森纳乔选择了暴露能力，第一次在世人面前展现超人之子的天赋。卡埃尔也没生气，他还打算带着儿子，让森纳乔和自己一起出任务，从实战中训练自己。第一件事，找经纪人给森纳乔量身打造出道计划。服装他选择了个性化，去掉了家族标志的红披风。代号方面就叫森纳乔埃尔，Son of自己啊。
想从凯尔的光环下脱颖而出，森纳乔就必须有自己的风格。在拍摄封面的时候，男孩想出了一个标志性动作，一家人满意的看着海报。自此父子档行动了，他们每天的任务就是保护城市，然后出席一些活动。久而久之，森纳乔开始适应了人们的崇拜，甚至开始深陷其中，享受被人追随欢呼的感觉。更年轻更有活力的他把老爹的风头也抢走了。森纳乔单独阻止了一起车祸，原本是举手之劳，可却让凯尔动了气。计划的是父子一起行动，没有父亲的陪同绝对不行。夫妻俩的重点是引导森纳乔，让他不要少年得志。但凯尔不擅长表达感情，他嚷嚷着让森纳乔听自己的，让你往东就绝对不能往西。父亲总是想让自己理解他接待总统出席活动是因为责任在身，身处高位时不能游击。可凯尔却没有想过孩子们需要什么，他也知道自己的亏欠，想和儿子好好谈谈，只是森纳乔不再给他机会了。男孩跑到酒吧宣泄，这就是怪胎专门来的地方。女伴看出了他活得不完整，总是找不到真正的自我，他便把利阿介绍给了森纳乔认识。两人可谓是一见如故，森纳乔渴望的理解在利阿这儿能拿到满分。这个反世界的独裁者不久前在星城发起过一次起义，森纳乔也是在他这儿知道了融合正反世界的飞升计划。儿子的突然大变，丈夫的刻石成瘾，斯一路接受不了这种生活，打算带着丹乔一起离开。这时凯尔精神已经有些不好了，已经有了脸色发黑的憔悴模样。他推掉了绝大部分的行程，想挽回母子，但不能彻底断绝工作。当件事形成了规矩，想再脱身就难了。他根本没有意识到刻石带来的危害，只顾着享受那段时间的压力释放。此时的凯尔偏激的这副模样，倒真有了不易超的感觉，表情也逐渐祖国人了。现在对他来说，拯救世界就是呼吸，刻石就是吃饭，成了活着必不能少的两个要素。终于等来了妻离子散，无能狂吼。斯一路带着丹乔暂时躲在了母山这儿，虽然母山早就未雨绸缪过这种情况，可事儿不到头上，谁会知道厄运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啊？他们必须想办法把森纳乔从利阿的邪教里拯救出来。说抄到，森纳乔带着娜拉闯入了国防部，他们要征用国防部的4377计划，也就是正世界的7344刻石造一切的反超人计划。在这里自然变成了 X 刻石。相比之下，卡埃尔只是有些失控，但利阿是要强行融合世界，在母山心里这天平一边倒啊，自然不会把4399小游戏交给森纳乔。C 路一步向前，想唤醒儿子的良心，只可惜啊，森纳乔已经执迷不悟，连亲妈的外公的面子都不给了。这世上恐怕只有一个人能说服他了，只可惜啊，那个人在隔壁啊。森纳乔一拳干向外公，让安排好的眼线带着自己前往了4377房。妻离子散的卡埃尔人变得日渐堕落，长期吸入刻石让他患上了尼古拉斯赵四儿颈椎病啊。他一心想阻止利阿，让家人们重新回来，可泰尔却认为利阿的想法是对的，或者说是他的妻子娜拉这么认为。能有一个办法让世上所有人找回迷失的自我，这听起来并不是一件坏事。卡埃尔觉得哥哥背叛了自己，他恳求泰尔离那个女人远一点，自己现在需要哥哥帮忙。当初说好了，只要开口就会义无反顾，这让泰尔左右为难。结发夫妻和血脉兄弟，这该如何选择？他这么一犹豫，让卡埃尔大失所望，怒吼着让哥哥滚出去。与此同时，三代人无奈只能躲进农场的地下室，靠着屏幕上的报道了解外面发生了什么。在失去 X 刻石的前提中，敌方现在的阵容就已经没有军队可以匹敌了。倘若利阿再拿到2个吊坠，这个很方的星球就要被独裁了。就在此时，卡埃尔现身了，他现在整个人变了一副模样，显然没少摧残自己，可外表的邪恶，内心却善良。卡埃尔悔过了，他想拼了这条命去阻止阿里，只是他长期苛刻，力量早就不如当初。这一趟九死一生啊，最终的希望是把儿子带回来，重新拿回属于自己的生活。于是卡埃尔闯进了国防部，化身走廊战神，强行拿走了阿力手中的吊坠，并且吸入最后的刻石喷雾，想要带着吊坠前往正世界，让飞升计划永远不可能实现。后面发生的事儿大家都知道了，重情重义的比扎罗·卡埃尔为了拯救家人与世界献出了生命，而那个亲手杀死卡埃尔的罪魁祸首安德森，他同样经历了绝望。在来到反世界的时候，利阿等人就已经守在门外，其中还有他的反向版本森德安，他派人去抢安德森手中的吊坠，奈何安德森如猛虎，一般嗑药的还真打不过他。而正反版本的他就像吸铁石，即使相互不认识，也会自然而然地吸在一起。吊坠发功了，用不了多久就会让安德森森德安融合。利阿瞬间急眼，派斯纳乔杀人灭口，第一次杀人的男孩烈焰吐息烧死了对方。就这样，森德安死了，
安德森却跑了，这才有了克拉克到来时看到的那具尸体。莉亚动用全部资源通缉安德森，安德森不知道找谁帮忙，但他记得超人与路易斯的关系不一般，他来到了报社，因为语言不通，把字儿反过来写了一遍。斯利克一下就明白了，他顶着被莉亚灭口的风险，将斯一路的地址告诉了对方。两人见面后什么都懂了，安德森也躲进了地下室，经历的和预料的天差地别，还处在一个绝对陌生而且无法交流的世界。他现在整个人都不好了呀。在地下室，安德森见到了丹乔·姆山，他一瞬间就全明白了，原来克拉克·肯特就是超人，自然也就明白了超人不愿意合作的原因。安德森只感觉一阵后悔啊，自己竟然亲手杀了一个父亲，同时还是一个英雄。他崩溃的大哭了起来，不停的道着歉，只是没有人能听懂他的语言。休息了很久，地面传来了动静，正是不久前降落的克拉克与森纳乔。斯一路知道地下室迟早暴露，索性就赌一把，跑出去跟儿子尝试谈话。可森纳乔不知悔改，不绞杀斯一路还要杀克拉克。这时安德森再也坐不住了，经验老道的他一把制服了森纳乔，眼神却十分复杂。自己在反世界第一个遇到感觉亲切的人，却是在正世界自己不停针对的超人。众人将森纳乔五花大绑，并且用 X 克时压制实力。安德森见识到了莉亚的无情，他必须阻止飞升计划，同时对超人诚恳道歉，他不该因为执念而想方设法让超人劝降。从未想过超人也是普通人，有妻子和孩子，落得今天的下场是自找的。大超心善呢，认为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值得被拯救，坏事做尽，超人却还想拯救自己。安德森十分感激，自己还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。在得知他只剩最后一瓶 X 喷雾后，卡拉克决定让他利用喷雾逃回正世界，自己会留在这里想方设法阻止莉亚。但安德森决定留下来并肩作战，两人最终握手言和，达成合作。安德森一直期望的结果，却在这一厢绝境中完成了。很快，莉亚带着阿丽和泰尔夫妇杀到，即使虚弱无比，他仍是钢铁之躯。克拉克自当要第一个出去迎敌。人类之所以被称之为人类，是因为每个都是个体，都有着不同的感情。超人不允许有人强行夺走一颗星球的生命。门外剑拔弩张，木山想去帮忙，却不料森纳乔已经偷偷解绑，站在了阿丽这边。虚弱的超人1对3不可能赢啊！安德森便使用了最后一瓶 X 喷雾，与克拉克相视一眼，冲向了敌人。一场克星人与山寨克星人的大混战在这个农场里展开了。泰尔的夫妇混合双打，克拉克落了下风，而安德森则是和森纳乔在空中血拼，杀我之仇不共戴天呢。不过借来的力量终究不是自己的，安德森最终死在了森纳乔手里，在生命的最后做了一件好事。克拉克手里的吊坠也被对方抢了过去，眼看着两个阿力合二为一进行飞升计划，他用尽全力站起来想去阻止这一切，可终究是有心无力，身后可还有这泰尔阻止自己。天空中，阿力们让森纳乔前往正世界，与另一个自己进行融合，让人们准备迎接自己的完整体到来。眼看着败局难救，克拉克恳求泰尔去阻止阿力。他想起了自己相依为命的兄弟，上次自己没有站在他的身后，导致卡埃尔失去了一切，这次不能再辜负另一个世界的兄弟了。泰尔突然反水，为克拉克争取到了逃跑的时间，让他回到正世界保护自己的侄子。就在克拉克拼命飞行通过传送门回家的时候，阿力已经融合完毕。而乔纳森会不会成为反世界的傀儡？真正的好孩子又能否战胜坏孩子？我们超路下周见。本集有着不少的有趣彩蛋，在克拉克前往反世界的孤独堡垒时，有一个瓶中城的投影，这便是超人故乡的首都坎多城，出自手办狂魔布莱尼亚。因为他当时没有技术能够恢复坎多城的大小，索性就带走了瓶子，将瓶中城保护在了孤独堡垒。这个桥段来自于动作漫画242章，而后方的战甲没有头盔。纵观超人的故事，不戴头盔的战甲十分罕见，除了一个不想挡住自己耀眼容貌的卢瑟。当然了，莱图也并不是没有头盔，只是人家有一套透明的防护罩。片中关于埃尔家族的标志 S 也十分有细节，反世界的 S 都是反方向的，反世界的故事也并不全是美剧自创的。在2016年更新的漫画《超人 V4》中，专门有一章描述了比扎罗的世界，唯一不同的就是乔丹变成了小克，同样是麻烦老爹与问题少年的故事，只是比扎罗的儿子不叫乔纳森，而是叫扎罗小子。这也是作者为了区分他和超级小子专门起的名。剧中出现了猫咪，也是漫画中扎罗小子的宠物兼伙伴。通过饭碗的名字我们可以看出，小克的名字被猫给抢了。想了解的可以去看看 V4 的42章。
但其实重启之后，反世界并不是对应正世界的对立面，而是平行宇宙的地球29号，这里是比扎罗的世界，而反世界的方地球设定也是遵循了比扎罗平行宇宙。紧接着，粉丝中2个双胞胎，衣服上写着艾尔家族，艾尔家族就是超人的家族，是克星上贵族统治的家族之一。在乔纳森决定以超级小子出道后，选择了一身个性的行头，皮夹克套红皮裤，这也是还原了剧中的造型。后期凯尔成了瘾君子，知道的是被克什破坏了身体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小丑的克星版本呢，又或者是刚刚变过巨人。最后泰尔罗的反水也是情理之中啊，克星兄弟要是再不联手，第2季可能就拍完了。正牌乔纳森能不能因祸得福，觉醒能力就要看这一波了。好在这剧停更之后水平还在线，这集可以推荐一下，有点第1季11集的起源的味道了。那本期视频到此就结束了，我是瓜皮儿，下期见。